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保存白菜这么简单。学会这个小技巧，白菜保存半年依旧新鲜不变质，真是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最近几天白菜的价格都会赶上肉价了，这时候家里若是储存都有白菜，那可真的是赚到了。在对白菜进行购买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白菜品种都适合用来长时间保存的。想要白菜被长时间保存的话，一定要选择叶片发绿的白菜去购买。如果你遇到黄叶白菜的话，那样的白菜就不适合长时间保存。因为黄白菜与绿白菜进行对比的时候，黄白菜内部的水分呢是非常丰富的，其在保存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变质。绿白菜内部水分少，所以在保存的时候呢，就更适合长时间保存。然而，很多人对如何保存白菜呢还不是很清楚，有人随便放在地上，有人乱七八糟堆在一起，这样容易让白菜变质腐烂。还有人把白菜放入冰箱，认为这样可以延长白菜的保鲜期。其实，白菜放冰箱反而可能加速白菜的腐烂。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小妙招，放半年都新鲜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招，我们称之为白酒盐水浸润法。首先呢，我们检查一下白菜，看看有没有虫蛀或者是腐烂的地方，如果有，能吃吃，不能吃直接扔掉了。然后我们来把根部处理一下，用刀把它削平。白菜根部的组织相对疏松，水分容易通过根部散失，削掉根部呢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水分的流失，延长白菜的保鲜度，还便于整齐存放。削掉根部后，白菜呢更容易整齐摆放和储存，节省空间。总之，削掉白菜根部有助于更好的保存白菜，使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好的品质和口感。处理好呢，先放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少许的高度白酒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盐，然后我们把食盐搅拌溶解，多搅拌一会儿，使食盐充分溶解。然后我们准备一个刷子，把混合液涂抹在白菜的根部这里。在保存白菜时，用食盐和高度白酒涂抹根部具有以下作用：一、杀菌消毒。食盐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高度白酒中的酒精呢也能杀灭部分的细菌和真菌。涂抹在根部可以减少细菌和真菌的滋生，降低根部腐烂的可能性。二、抑制水分散失。食盐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吸收根部表面的水分，减少水分的蒸发和散失，有助于保持白菜的水分含量，延长其新鲜度。三、形成保护膜。白酒和食盐的混合物在根部形成一层保护膜，能够阻隔外界的空气和微生物，减少外界因素对根部的影响，从而延长白菜的存放时间。最后，我们用保鲜膜紧紧包裹住白菜，挤出里面的空气。保鲜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白菜内部的水分向外蒸发，保持白菜的水分含量，使其在储存的过程中不易变质、干枯，还能阻隔外界污染，可以有效阻挡外界的灰尘、细菌和其他污染物接触白菜，降低白菜受到污染和变质的风险。保鲜膜呢，能在白菜周围形成相对稳定的气体环境，减缓白菜的呼吸作用和氧化过程，有助于维持其品质和营养成分。这么一来，白菜呢就能够保持好几个月，甚至半年依旧新鲜。方法2，买回家以后的白菜，我们还要先对其摘选一下，把白菜表面烂掉的叶子以及黄掉的叶子呢，给它全部摘选掉。因为这些部分都属于白菜已经变质了的地方，继续保存下去的话，就会导致白菜受感染而整颗变质。接下来，我们用工具在根部这里抠一个洞，选择一把锋利且干净的小刀，
确定要扣动的位置，选择在耕地的中心部位。3呢，小心操作，用小刀轻轻地插入耕地，以旋转或切割的方式，逐渐挖出一个适当大小的洞，注意力度要适中，避免损伤过多的白菜组织。4，抠好洞后，检查洞边缘是否整齐，如果有不整齐的地方，可以用小刀稍微修正一下。接下来准备少许的清水，然后准备一张韧性好一点的纸巾，我们整张纸巾呢用清水湿透，然后呢再折叠成小块，然后呢将其塞进刚刚处理好的小孔里边。这样做一来可以为白菜根部持续提供水分，减缓白菜因水分流失而导致的干瘪和枯萎，保持其新鲜度和脆嫩口感。2，有助于维持白菜的生理活动，使其在保存期间呢能够保持一定的活力，延长可食用的时间。3，减少根部的腐烂，适当的水分供应可以避免根部因过度缺水而干枯坏死，降低根部腐烂的几率。接下来我们再用保鲜膜呢将其包裹起来，用保鲜膜包裹原理和方法呢是一样的。之后呢我们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了就可以了，尽量不要让太阳光直射到，能够保证让它阴凉通风，这样的话白菜可以保存很长的一段时间。用这样的方法就不用将白菜放入冰箱中保存了，毕竟现在家里的冰箱地方都很有限，这样保存吃一颗拿一颗，简单方便又省事。天气寒冷，遇到刮风、下雨、下雪的天气，不想出门时，我们就拿一颗家里的大白菜，涮火锅或者是包饺子，或者是煮个大乱炖啊，都是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方法3，纸箱保存法。对于住楼房的朋友来说，想要保存大量的白菜还真的是个大难事。现在给你分享一个好方法，学会之后呢，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大白菜没有地方储存了，不用再羡慕农村的大地窖了。不管你是对于哪种白菜进行保存，白菜呢在保存之前，我们都最好呢给它先晒一晒。在晒白菜的时候，不是放到太阳底下直接晒哦，而是放到通风的地方给它吹上几天，把白菜表面的水分呢吹干即可。因为白菜在保存的过程中会出现积压的现象，如果其表面不保持干燥的话，白菜呢就会因长时间挤压而出现腐烂。所以白菜在保存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其外层呢是干燥的，不要让其总是湿润润的。在对白菜进行保存的时候，对于温度的把控呢也是非常关键的。不管是温度过高还是温度过低，白菜在保存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变质。所以在对白菜进行保存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它创造一个恒温的环境，把温度呢控制在3到8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白菜呢放进纸箱里边，整齐的摆放在纸箱中。站立放置呢可以避免白菜互相挤压，减少叶片和菜体受到的压力，降低因其挤压而导致的损伤和腐烂。站立放置呢还有助于空气在白菜周围流通，使得白菜的各个部位呢都能够接触到新鲜的空气，减少潮湿和闷热环境的形成，从而降低腐烂的风险。第3，便于观察。站立放置更容易观察到白菜的整体情况，及时发现有病变或者是开始腐烂的部位，以便及时处理。如果你是北方的朋友，那么白菜在保存的时候呢，要记得在白菜的表面呢覆盖上一层棉被，避免白菜被冻伤。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，只需要把白菜放入纸箱中，再覆盖一层衣服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把纸箱密封保存起来即可。要学会因地制宜，去创造白菜的保鲜环境哦。适度适中且通风良好的环境，一般可以存放3到4个月哦。
纸箱具有一定的隔热性能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外界的温度的急剧变化，为白菜提供相对稳定的温度环境。如果白菜表面有少量水分，纸箱呢可以吸收一部分，有助于保持白菜周围的环境相对干燥，减少腐烂的可能性。所以住楼房想要大量保存白菜的话，这个方法一定是您的首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实现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